是哦，在股市裡面有一個恐怖傳說，叫做清明變盤。對，也是碰到清明節的時候，漲的會變跌，跌的會變漲。現在我們剛剛講清明節還沒到，整個股市就震盪不翻，震盪非常大，是因為出現一個川普。現在大家對川普開始覺得，你攻心還是攻 gay， 到底可不可以相信你？而這種不安的氣氛正在擴大當中。沒錯，今天台北股市跌了大概將近非常的慘，而且尤其對很多散戶來說的話，今天很多小股票都跌得非常非常的重哦。那麼如果指數來說，從這個35579，現在跌到這一條線叫做季線。通常台股過去的跌到季線都是個買點，但是今年呢，沒有任何的抵抗就往下破了。那為什麼往下破了？因為事實上現在大家很擔心，剛才寶傑講的清明變盤。那為什麼很擔心呢？現場過去大家都並不是很擔心清明變盤，但是呢，因為去年的清明節的時候，我們知道說之後沒多久就遇到了美國川普的對等關稅，那時候殺了一塌糊塗啊。就今年又來到清明節附近的時候，又來到現在川普現在人他們現在美軍在中東準備要打仗，他現在5萬個士兵在那個地方。那尤其是這個禮拜，因為為什麼這個禮拜大家很擔心呢？因為事實上再過幾天就要放長假了。那放長假來說，這個禮拜5放假嘛，5、6日哦，3天的時間，美國5、6日也是放假。那我們知道川普呢，上次228啟動攻擊，那這一次呢，會不会在清明節他也啟動登島作戰或是奪島作戰？大家不知道，所以現在大家很擔心。雖然說這幾天的賣壓會非常非常的重，可能這幾天的時候，大家可能散戶啦或者很多外資法人都很擔心，這個禮拜到底川普會不會就開始登島作戰，會不會更大的這個跌幅會出現？所以現在就出現這樣一個狀況。好，那實際上我跟他講，實際上台股已經算是很強了，台股現在撐在這一條這個季線上面。可是如果你去看美股的話，你會發現到美股呢，道瓊、納斯達克、S&P 啦、費城半導體全部都跌得非常重啦。那有的時候說，不只是台灣人心驚驚，連美國人都心都很害怕。尤其你看到很多美國的股票，什麼微軟、Google、亞馬遜，大家都跌得非常慘。對，所以跟你講，現在全世界都很擔心說，如果美國沒辦法，我們現在看台股什麼時候止穩，或者什麼時候再啟動多頭，很簡單，你只要看美國股市什麼時候能夠穩住。尤其現在已經，我跟他講，現在美股道瓊已經跌到年線了。如果川普再不 tackle 的話，可能再往下跌，那會跌得非常重啊。可是他現在 tackle 不了啊。對，但是我覺得他目前為止，他現在被那個伊朗纏住了。他現在語氣有在轉變之中啦。那我們就看說這個禮拜，我覺得這個週末是相當重要，所以也因為這個，現在要觀察美股。對，也就是因為這個週末非常重要，所以這幾天的台股的賣壓，或者整個散戶在避開清明節的時候，可能會比較沉重的這個狀況。好，所以這些。現在整個股市裡面，真的承受很大的壓力嗎？現在這個清明節真的會變盤嗎？股市不怕利空，怕什麼？怕不確定。這幾天的長假就是充滿着不確定，甚至你不管對戰爭、對任何事都充滿了不確定。所以在這個時候，所有的賣壓會宣洩出來。所以宣洩出來以後，在這種情況下去先閃一下，先避其鋒。那這樣是通常什麼時候大家確定了？講別人恐懼的時候，我貪婪是剛好機會嗎？現在好像才剛開始，季線才剛剛跌破。剛剛提過了。日本、韓國3月份跌多少知道嗎？跌了20% 啊！我們只不過跌了10幾個%，我們嚴重的落後他們。所以我們至少要等到融資大幅的減肥，外資不賣，這雙資的問題解決以後，大家再來選股。那很多人說，那大家台灣最愛台什麼？很抱歉，不是寶傑的台塑啊，全台灣最愛的其實是台積電。那台積電要看什麼？就是要看外資。所以我說，大家等外資賣完了以後，我們再來撿便宜。因為我現在對比所謂的台積電的這個所謂的設備商，我都很好奇。好奇以後，我們昨天已經講了，硬能原來它是做烤箱的，是烤箱以後就烤了以後，把裡面的氣泡給烤出來，嘣嘣嘣跟烤出來。結果呢，你現在有什麼三泰是？這些都它做什麼的啊？像三泰是它在鞘區，因為當台積電這麼微小的東西，兩邊可能會產生鞘區，那時候會影響良率，捨不得讓 IC 不鞘區。那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設備。那 CoWoS 的這個製作設備就是宏碩的一個非常拿手的一個項目。致勝叫做自動化，為什麼要自動化？我們知道後段製程啊，需要12套到13套左右的設備。那誰要把它每一個設備連接在一起，讓它可以自動化？不是用人推的，台積電的每一個都市的精密都要做一個自動化的設備。所以我們看到。這些公司都各有各的一把號。那我們現在發現還有一個產業，也是最近台積電積極要看着一個非常高成長的產業，也就叫做檢測產業。過去它只叫封測，就是封裝跟測試。為什麼？因為一顆 IC 台積電做出來以後，要給日月光、矽品這些做出封裝跟測試。可是你只要封裝那一顆 IC 而已啊。
可是現在大家已經有聽過一個產業叫做 SOIC， 什麼意思？就是這一顆 IC 裡面有12顆以上的 IC 堆疊在一起，再加上一個最貴的，之前漲很多的 HBM。所以如果我今天把它全部封裝在一起，後來去檢測又發現，哦，你壞掉了，那意思是什麼？哇，這我裡面100塊美金都沒有啦，所以我要怎麼辦？我要一顆一顆的測，我要這12顆測都沒有問題之後，我再把你們封起來。那這樣對誰是大商機？大家想想看，原來我只要測一個，現在我要測12個。所以這樣子的話，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商機，叫做戰減，個個減。很多人都會覺得，什麼叫2奈米？什麼叫1奈米？而且我們不想講太難的事，我們講一根頭髮的距離。我們知道奈米就是一根頭髮的距離。請問寶傑，2顆 IC 在一起，它只有1根頭髮的距離，你怎麼測出1根頭髮跟1根半頭髮的距離？就你來講，不過就測距離，它不是拿尺量啊，它是每一個光學显影要到極致化，它就在測1根頭髮跟1根半頭髮到底1根半頭髮不合格，1根頭髮合格。所以在這種極細的過程中，當一件事變得如此的微小，你說晶片跟晶片之間可能只有一根頭髮，对，就是1根頭髮的每一个是不是有差1根頭髮？如果差1.5根的頭髮就不行了，那你就廢了，因為我在這個距離呢，它可能就是一個不良品。其實國際上也有很多這樣的設備商，可是國際上的設備商它不會完全配合你的台積電。比如說台積電有問題，我不可以隨叫隨到。台積電今天要做一個特殊的製程，我也不會為了你台積電量身定做。為什麼現在台灣的這些設備商會一直蜂擁而起？就是因為這些設備商是你台積電是司令官，你往東就往東，往西就往西，你說1就是1，說2就是2，大家都配合。配合的狀況下，既然我台積電是老大，我就完全扶持你們，大家會呈現了一個非常緊密的生態圈。寶傑說的太好了，這所有變化來自於哪裡？就是那一場疫情。台積電發現，我原來叫阿兜啊來是叫不來的，因為他們是沒有辦法冒着生命危險來的。可是台積電不要說1個小時不工作，1分鐘不工作，他的損失都多大？所以他發現要幹嘛？培植自己人。只有台灣的廠商在我的產生了變化的時候，我一通電話令下，哇，他可能不是來3個哦，他可能公司1半的人都來了。所以我說，每一個人就開始找台積電適合自己的設備。各個擊破。台積電後端製程有12個到16個設備，我每一個選一個設備去取代外廠，這就是我說的：1，整體環境資本支出大上升；2，國產化的結果造成了目前台灣的設備股跟着台積電欣欣向榮。台積電在日本的熊本，它設了廠，我們叫台積電熊本廠。就先做了一個大決定，日本說他們要把它的12式飛彈，居然就放在熊本。現在被認為說，我不但是要保護日本，保護第一島鏈，更關鍵的是台積電這個地方不可以有任何閃失。本來剛剛這種外界有沒有辦法想象非常可怕在哪裡？因為你仔細看這所謂的靜岡的位置。距離中國、距離上海、距離台灣，它是非常遙遠的。換言之，以前日本的戰略想定是什麼呢？我把它放在西南諸島，甚至我把它放在 Okinawa， 我把它放在沖繩。那透過了近距離，包括海馬斯，甚至有一些我們講對於艦艇打擊的 Nemesis 等飛彈系統，甚至反艦系統來進行的攔阻，來去破壞中國的 A2AD。但這時候出現一個大問題，中國難道沒有想到嗎？他們很清楚，今天中國沿岸的，不管你說是什麼東風幾型的快遞，它第一時間一旦發生戰爭，它絕對往哪裡打？往你沖繩打，往你西南諸島打。那這時候，當我被打擊到的時候，我第一時間我當然是進行戰術疏散、戰術撤退。但撤退之後，我沒有反擊的餘力，所以他們想到另外一個概念。我們直接在本島，你仔細看，包括熊本以及呢，特別在靜岡這個地方，這是在本島的位置哦。它部署超長程的這種打擊飛彈，其中原本剛才一直在談到什麼叫做12式，因為12式是它舊有的型號，它現在呢把2種型號呢都再度的做陸基型的升級，也就是我第一個我一般基本型的來寶傑哥打1000公里，所以你從日本的熊本打1000公里，你知道可以打到哪裡嗎？中國沿海所有的基地都打得到。在第二個，我讓靜岡這邊我再升級，我加什麼呢？加翅膀。有這種飛彈，有一種叫做乘波體，它這個叫做滑翔彈。換言之，今天打上去之後，它會空中飛非常長一段時間掉下來，2000公里。所以寶傑哥，這2個東西裝備之後，不好意思，這不叫防守了，這就叫做矛。你知道為什麼叫矛嗎？中國叫做 A2AD 反介入反拒止，我這個就是專門來戳破你的反介入反拒止。當你今天發生戰爭第一級，你打算要打擊台灣的時候，你一定對我的日本基地着手，而日本基地一着手之後，我馬上鎖定你的火控，比如說你沿海哪些城市、哪些部隊進行調動，我馬上透過熊本以及靜岡來，就這2型，你看啊，地對艦的飛彈射程1000公里，可以從防空往外的直接打擊目標。
涵蓋中國沿海地區，所以你不要以為是打艦。打艦只代表說它有反輻射，它可以針對我們講的移動目標做鎖定，打地面不會動目標，打更準。那第二個，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高速滑翔彈，對，這個東西就可以放在靜岡。那通過放在靜岡呢，2000公里的範圍，換言之，你今天只要一動，你可以啊，沖繩給你打，可以啊，西南專給你打，我馬上相對應的把你所有發射飛彈的這種我們講大型目標進行摧毀。因為之前美國已經把你所有火箭軍的駐地位置全部都有了，所以你其實所有的位置我都標定住了，甚至你这所有的雷達我都有了，所以你只要敢輕舉妄動，動我这個所謂的沖繩諸島，我的後方馬上就打過來了。對，這是我們台灣為什麼一直要買 C8ISR 的原因，因為 C8ISR 等於就是說我第一時間會不會被你打擊？會啊，我這邊會被打擊，但問題是我菲律賓包括我們的這個巴丹群島那邊有沒有人可以監測到你的目標，可以監測到你的動態？我監測到這種。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57台每晚9點，寶潔點兵點出全球戰略新佈局。